第11品，无为福圣分。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无多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佛陀又说：须菩提，假使用恒河中所有的沙数来做比喻，以1粒沙去比喻一条恒河，即1粒沙一条恒河，恒河的数目和沙的数目一样，而那么多的恒河里面还有那么多的沙，你看这样沙的总数多不多？须菩提回答说：当然很多，世尊。以恒河中的1粒沙去代表一条恒河，那么恒河之多就难以去数了，更何况是所有河中的沙呢？佛陀慎重地说：须菩提，我现在老实地告诉你，假使有善男信女，以最珍贵的七宝盛满那如恒河沙一样多的3000大千世界去布施济贫，那么这个人所得的福德多不多呢？须菩提很快地回答说：当然很多呀，世尊。佛陀告诉须菩提说：假如有善男信女每天读诵这本《金刚经》，或者是将本经的4句偈语记在心里，照着去做，或者讲给别人听，这个人所得的福德胜过前面用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德。第12品，尊重正教分。复次，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4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唯有佛若尊重弟子。佛陀停了一会儿，再一次强调说：须菩提，不管什么人，不管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间，如能对人演说《金刚经》，或是经中的4句话，那么这个说经的地方就是无上圣地，就是无上道场。所有世间的天神、人民、阿修罗魔，皆应像佛塔庙一样的恭敬供养。更何况，假使有人能完全依照经义去修持，每天读诵这本《金刚经》，那他的功德更是无法计算。须菩提，你应当知道，读诵《金刚经》，照着经义去修持的人，将能成就最上等，也就是第1等级至高无上稀有的究竟法。所以这本《金刚经》的所在地方，等于有佛在那里。我们对修持读诵《金刚经》的人，要像尊重佛弟子一样。第13品，如法受持分。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3000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不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当佛陀讲到此时，诸弟子都赞叹《金刚经》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于是须菩提就向佛陀请教说：世尊，刚才您所说的法，将来如果编成一本经，应当如何去取它的名字呢？我们又如何去恭敬护持呢？佛陀告诉须菩提说，这本经的名称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以至高无上智慧到达彼岸，让你们快速证得佛果。这个名字有无上的意义存在，所以你们当要恭敬护持。再说，这个名字有无相破相的意义。须菩提，你要知道，我所说的妙智慧是无相的，金刚的锐利是破一切相的，修无相破一切相的无上法门，能让人到达解脱的彼岸。可是我所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是无上的名字，但也是勉强取的名字，为了度化你们才取的假名而已。须菩提，你的意思怎样呢？你认为我有说法吗？须菩提回答说：世尊，觉悟的本性是不执着名字形象的，因此您可算是并无说法。佛陀又说：须菩提，你的意思怎样？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细小灰尘，你说多不多？须菩提听了后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很多呀，世尊。佛陀再解释说：须菩提，但是那么多的细小灰尘也是假借的名称而已，因为这些细小灰尘也是由大石头分裂而得。现在是细小灰尘，但一旦落在地上，在水的结合下又要变成土块，因此名称只是物体的暂用而已。3000大千世界也是一样，是假借的名称而已，因为3000大千世界也是由细小灰尘的大结合成为土块，土块的大结合成为小山，小山的大结合成为星球，星球的变化排列成为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也会随着众生的业报而产生变化。众生心清净，3000大千世界即清净；众生心污秽，3000大千世界即污秽；众生心生执着，既有3000大千世界；众生心生解脱，3000大世界也只是假借的名称而已。须菩提，你的意思怎样？
可不可以用我的32种相貌特征去以貌取人呢？须菩提听后回答道：不可以的，世尊，因为您的32种相貌特征也是因缘假合而已。众生不了解这一点，还一再地认为您的肉身就是真佛，真是太可悲了。而不知真佛是在人人的清净自性之中，所以您所说的32种相貌特征，其实只是一种假象而已，一种暂用的假名称而已。佛陀听了后说：须菩提，你说得很好，能一语点出众生的迷执，让他们皆能达到即刻开悟的境界。所以将来假若有善男信女，他们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即使一再转世，一再布施，用尽了如恒河细沙那么多的身体，那么多的生命，还不如读诵或修持这本《金刚经》，就是讲经中的4句偈语给别人听，他所得到的福报还要比生生世世去布施的功德大呀。第14品，离相寂灭分。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500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肢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因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500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所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那时候，须菩提听到这些话，更深一层地肯定自己所领悟的无上妙法，而且这些妙法将来可解救众生，让众生开悟解脱，不再迷昧沉于生死苦海。所以虽然已证阿罗汉果位的他，仍然感动地大哭起来，并且向佛陀说道：太稀罕，太少有了，世尊，您现在所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从过去到现在洞彻一切妙理，但就是未听过这样的佛法。世尊，现在我可以预先知道，将来如果有人能够看到或者听到这本经，去领悟它，一定能够产生信心，进而去修持清净法门，使自己本性清净，达到是心是佛的实在本相。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佛性受到蒙蔽而已，就好比镜子，本应明净，只因蒙上尘埃而已。只要逝去尘埃，镜子的实在本相就是明净的。众生本有佛性，只因受到贪嗔痴的影响，产生种种烦恼。如果没有贪嗔痴所带来的烦恼，当下即是自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像这样的人，当然是一位快速成就第一等稀罕少有的殊胜功德之人。世尊，众生本有佛性，也就是说，众生的本来面貌是佛性，只是众生已把佛性污染而已。只要了解这个原理，去修持正悟，即能成佛。可是您所说的实在本相的佛性，也是假借的名称而已，修持正悟之人仍然不可执着。世尊，我今天听到您所说的无上甚深妙法，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也能够理解，我更会按照您所说的妙法去修持，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困难。但是等到佛陀圆寂后，经过正法时期1000年，相法时期1000年，及最后的末法时期500年，总共是2500年。倘若有人看到或者听到这本《金刚经》，进而能理解它的奥妙，坚信不疑，依法修持，我想有这样的人，那真是太难得了。同时，这人将能成就第一等稀罕的无上功德，早日成佛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已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何以见得呢？因为执着我相其实是颠倒妄想而已，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是一样，都是自私心、对待心、分别心、欲望心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这都是不实在。但众生往往执着于不实在的生灭假象而不自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迷失了方向，用错了心。反之，只要心中不要执着这一切，才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这才是佛的境界。佛陀听了之后，又对须菩提说：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如果有人看了或者听了这本经，只要不错用心，依法修行，就是成佛的捷径之道，这都是实在之言。我现在更强调一点，如果将来有人看到或听到这本经，不惊疑、不恐慌、不畏惧，这样的人真是太难得了。为什么呢？须菩提，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所说的第一波罗蜜，虽然我说第一波罗蜜，但你们仍然不可执着第一波罗蜜，因为我说的第一波罗蜜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只是方便引导众生修持的名词而已。须菩提，以忍辱波罗蜜来说，也是不能执着的。当下要忍而无忍，辱而无辱，一点儿也不起嗔恨心。所以我说的忍辱波罗蜜也是一种名称而已。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我过去世被歌利王以剑斩掉我的4只耳鼻时，我仍然不起嗔恨心，可见当时我已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为什么呢？如果过去世我的身体被歌利王一块一块的分割时，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时我就会起嗔恨心的。须菩提，又想起过去500世中做忍辱仙人的时候，专门修忍辱之道，在那时候我就已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所以说，须菩提，要做一位大菩萨，必须不可有任何执着，就是见到一切外相都不能动摇本心。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再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才能与佛心真实相应。在与佛心相应之后，更应时时保持，让它永不退失。如何才能达到此目标呢？就是不可执着艳丽的物品，不可执着靡靡的音乐、香浓的味道、美味的大餐、华丽的服饰，以上这些物质享受都不可以执着，然后才能升起清净之心。因此，清净之心必须在一切都不执着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的。如果心有执着，你的念头就会随着外在的一切起烦恼，这样清净心就会消失了，人反而不能安住了。所以我说，菩萨的心中不应有任何形形色色的执着，才能毫无挂碍地去做清净的布施。须菩提，要做一位大菩萨，为了利益广大众生的缘故，就要像方才我所说的方法去布施才对的。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执着，因为世间一切物体都是假的，它们只是暂时存在在你的眼前而已，不久之后就会随着岁月而损坏消失。众生也是一样，只是一种假名称而已，因为众生皆由业障果报所形成，只要业障果报消失，哪有众生呢？须菩提，我一向讲的是真话实话，而且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从来不说欺骗的话，也不说怪异的话。须菩提，我所证悟的法是无相的，无相是没有实体的，但又是自信圆满的，所以它又不是虚假的。须菩提，倘若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一直惦念着我布施给谁，布施多少财物，什么时候才能回报，像以上这样的布施是凡夫的布施，非菩萨的布施。因为菩萨的布施是施不忘报的，
哪能布施之后还有惦念之心呢？所以菩萨在布施之时还一直惦念着回报，像这样的作为就好比一个人走入暗室一样，他是毫无所见的，无法得到光明的。假使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不去惦念着我布施给谁，布施多少财物，更没有要对方回报的念头，像这样的布施就好比人的2颗眼睛，非常的明亮，在日光照耀之下，什么东西都能看得清楚。须菩提，将来的末法时代，如果有善男信女看到或听到这本经，进而读诵此经，依法修行，就会得到佛光的普照。而且以我的智慧去判断，可以肯定这些人很有善根，更会看到这些人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第15品，持经功德分。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何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须菩提，假使有善男信女在每天上午以恒河沙数这样多的身体去布施，中午又以恒河沙数那样多的身体去布施，下午又以恒河沙数那样多的身体去布施，像这样的布施，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的时间，每天都用这么多的身体去布施。假若另外有人听到或者看到这本经，更发心依法修行，信心不退，那么这人所得的福德胜过那位以恒河沙数那么多身体去布施之人。又何况用手抄写、信受奉行、早晚读诵、为人解说，那他的福德就难以计算了。须菩提，总而言之，这本经的功德真是大得难以想象，无法用尺量，无法用秤称。大海上有边，唯有此经功德没有边际，没有止境。所以这本经我是特别讲给发大愿修大乘菩萨道即修最上乘佛道之人听的。如果有人发心修持读诵这本经，或是愿意为广大众生解说经文的含义，佛陀都会知道这些人，并看见这些人皆可成就大功德，大到无法用尺量，无法用秤称。大海上有边，
但此人的功德可达到没有边际、没有止境的不可思议功德。像这样的人，我可预知将来必定能担负如来的弘法大愿，让众生都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我说这些人能担负如来的弘法工作呢？须菩提，我告诉你吧，因为修大乘菩萨道之人才有广大的慈悲心，反之修小乘佛法的人度自己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想去度化别人？他们常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这些人就是得到这本经，或者是听到这本经，就会产生排斥的心理，哪里还会去诵读以及为人解说呢？这是不可能的。须菩提，此部经功德太大了，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所，只要有这本金刚经在，一切世间的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都应供养，因为那个地方等于就是佛塔，所以都应当恭敬、礼拜、围绕，并焚香参拜、献花供奉。第16品，能尽业障分。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世人先是罪业，应坠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100分不及1，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佛陀讲到此时，进一步的说明，须菩提，假若有善男信女看到或听到这本经，进而依法修行读诵此经，不但得不到别人的恭敬，还受到他人的轻贱，是因为他前世造了极重的恶业，本应坠到三恶道，受尽种种苦难，但因现在受到别人的轻贱，所以此前的罪业就被抵消了，将来还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须菩提，我回想过去无量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还是没遇到燃灯佛之前，以供养84000万亿那由他那么多的佛，我都曾经供养，没有说哪一尊我不供养的。虽然我供养那么多的佛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倘若有人在末法时代看到或听到这本经，进而依法修行读诵此经，他所得到的功德和我所供养诸佛的功德作一比较，我达不到1%，更达不到千万亿分之一，甚至用所有的算术数学去换算、去比喻，还是无法算出来的。可见《金刚经》的功德有多大呀！须菩提，假如有善男信女在末法时代能依法修行及读诵这本《金刚经》，那么他所得到的功德真是太多了。
我如果完全说出来，反而让一般凡夫产生怀疑，进而诽谤佛法，这就不好了。因为诽谤佛法的人将遭受精神错乱、疯狂乱性的果报，这人将永远无法接近佛法了。为什么呢？这都是狐疑佛说、不信佛法的结果呀。须菩提，你应当知道，这本《金刚经》所讲的义理都是无相的、不可思议的，因此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第17品，究竟无我分。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皆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佛陀讲到此时，须菩提突然又问到一个问题，于是又向佛陀请示说：世尊，未来如有善男信女发了上求佛道的菩提心时，应该怎样去安住菩提心，即如何降伏妄念心呢？佛陀听了之后告诉须菩提说：
未来如有善男信女发了上求佛道的菩提心时，首先应当有这样的想法：我要做一位菩萨，我应当剪除众生的烦恼，度化他们，使他们得到解脱。当我剪除众生的烦恼，度化他们，解脱之后，仍然不可有众生受到我度化的想法。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吧，须菩提，作为一位菩萨，如果还有我相、受者相，他就不算是菩萨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须菩提，原因就是实在没有什么法叫做无上正等正觉的。为什么呢？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是究竟清净的意思。既然是究竟清净了，那还有我要发心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想法吗？没有的，世尊。依照我的理解来解释佛陀所说的义理，佛陀在燃灯佛那里所修的是无我无相的究竟清净之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证悟，更没有什么菩提之法可得。佛陀听了之后说：是的，是的，须菩提，当时我已达到无我无相的究竟清净了，哪里还需要什么法？所以我在燃灯佛那里实在是没有得到什么法，更没有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须菩提，倘若有个实在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被我得到，念念在心，那么究竟清净心就不在了。究竟清净心既然不存在，燃灯佛就不会给我受记，更不会说你来世必当成佛，佛号的名称叫做释迦牟尼佛。就因为当时我已达到究竟清净心，因此心地上毫无杂念，更没有我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想法，所以燃灯佛才给我受记，更说你来世必当成佛，佛号的名称叫做释迦牟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来这两个字其实是如其本来的究竟清净之含义，因此修行人如能达到如其本来的究竟清净，才能成佛的。假如有人说佛陀是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之法才成佛的，那就错了。须菩提，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可让佛陀得到的，一切佛法皆是方便说、因缘说而已。无上正等正觉也是假名字而已。须菩提，假使一定要说有什么法可得无上正等正觉，那我只能告诉你无实无虚4个字而已。无实就是凡所有一切形象都是不实在的。修行人如能不受一切形象左右，自信自在，解脱烦恼，脱离生死，这才是真实的。这就是达到无虚的境界，也就是一切都不虚假的意思。所以我说佛法是非常微妙的，可用在任何方面，如行住坐卧皆是佛法，一切万事万物都能应用在佛法上，因此一切万事万物都可以称为佛法。须菩提，我说万事万物皆可称为佛法，这只是假名称而已，说给未开悟的人听而已。一旦开悟了，而且达到究竟清净，就不需要一切法了。须菩提，这好比以前我说过的，譬如有一个人，他的身体像须弥山那么大的道理是一样的。须菩提即刻回答说：哦，我知道了，世尊，你说的大身体并不是普通人的身体，而是发大愿修大行所获得的微妙无形大身体。但是无形大身体以人身来说是大，
以佛的无量无形大身体来说是小，因此您说的大身其实只是假名而已，没有所谓的大小之分别。佛陀又说，须菩提，要作为一位大菩萨也是一样，不可执着一切假名称、假形象，就是每天在做度化众生的工作，但心中不可有我功德很大，我能力很强，我可度化无量众生的想法。如果有以上的想法，心中就有执着了，有妄想执着，就不可以成为菩萨了。怎么说呢？须菩提，因为菩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假设的名称而已，所以我说，如果有人不执着我相，不执着人相，不执着众生相，不执着寿者相，他可称为一位菩萨了。须菩提，倘若菩萨有这样的想法，更对人说我应当去庄严佛国净土，那么他就不是菩萨了，因为他已执着于假名称、假形象了，而不知庄严两字其实只是针对众生而说的假借名词。佛国净土本来清净，哪里还需要您来庄严呢？须菩提，倘若菩萨对佛法能够达到圆通了达的境界，他不会受到我相法相的牵绊，那么我才说他是真正的菩萨。